体验派出所嘞，把俺的大学生给俺吓傻了啊！报警！把给俺吓傻了，俺下去！体验派出所嘞，给俺吓傻了呀，大学生！12月8日，河南杞县午夜11点，一名女子呢被公安机关送回到她亲人的手上。可以看得出来啊，现场双方还发生了一些冲突。这名女孩子名叫叶婷，据她的家人讲啊，2天前，也就是12月6号上午的时候，她就突然失踪了。家人就非常着急啊，就在网上啊发布了寻人启事。第2天呢，有媒体就给当地的公安机关打电话，公安机关说啊，这名叫叶婷的女孩子啊，由于违法行为啊，被公安机关带走了，接受了这个调查。12月8号这一天呢，公安机关通知他们的家属啊，把叶婷送回到他自己的亲人手上。从现场的视频可以看啊，这叶婷啊可能是受到了一些惊吓，所以表情看起来啊有些不太正常。被打傻了，被逼傻了，被逼傻了，大家看啊，快点看啊！那么他究竟在这个公安机关里都经历了什么呢？他为什么又要被公安机关带走呢？这几天啊，成为了网上热议的这么一个舆论事件吧，也有很多人在指责公安机关在违法办案。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。这事情的起因呢，可能还要从1年前的6月28号说起。话说这一天呢，当地有一个姓许的人，因为结算收割费用啊，就宴请啊刘某燕、刘某建、刘某义啊这3个人。这3个人是一家的，刘某燕和刘某义啊是兄弟，刘某建呢可能是他叔叔吧啊。他就找了几个人作陪，这作陪的人中间，其中有个人叫叶红青。这叶红青就是叶婷的父亲。在席间呢，可能是因为喝了点酒啊，双方呢就发生了口角，就打起来了。但是你想想，这叶红青只有1个人，人家刘家那边人是3个人，是吧？打的过程中间自然就吃了亏呀。打完之后，这些人就作鸟兽散了。这叶红青呢就被丢在了马路边，躺在了路上。不一会儿呢，就有一个邻居路过这个地方，发现了他，还以为他喝多了呢，就用电动3轮呢把他送回了家。回到家的叶红青啊，就说自己的头非常疼，他家人一看就赶紧把他打120啊送到了医院。送到医院啊，就开始抢救，他家人与此同时开始打电话报警，也就是在6月29号的午夜2点钟。那么公安机关这个时候出警了，就把这个刘家那几个人呢都给抓起来了。7月7号的时候，这叶红青啊，由于抢救无效啊，就死了。这事情就闹大了啊。那后来呢，这刘某建、刘某义这2个人就正式被逮捕了。逮捕之后，这个案子现在呢还没有判，但是已经进入到了侦查终结阶段，进入到了起诉阶段。那之后呢，这叶家呀就跟公安机关发生了非常大的矛盾。这叶家就认为公安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，当然公安机关肯定认为自己没问题了啊。那归纳起来，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。那叶家就认为啊，这打人的这刘家不仅仅是那2个，就刘某建和刘某义啊，还有刘某燕。但是公安机关说刘某燕没打。那叶家的人就讲，其中还有另外一个人啊，这个有一个这个证人呢，他还有录音，就证明一开始打人的时候是刘某燕和刘某义兄弟2个先打的，而不是刘某建和刘某义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双方认知不一样的地方。第2个，叶家认为当地有一个村支书叫侯强，这个人呢也参与了，因为他们说啊，这个刘家兄弟在打人的时候啊，打电话叫这个侯强到现场来。这侯强呢就开着一个中巴车，带了10几个人过去。据说呢，这个在加油站那个地方还有录像可以佐证。那么这是公安机关认为呢也没这回事。第3个方面呢，就是说这个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。这叶家就认为啊，这不是故意伤害罪，这是故意杀人呐，因为他现场他也没有打电话打120报警，对不对？是吧？这有意放任这种行为的发生。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凶器的问题，就是他父亲呢，他回家的时候脑袋有一个巨大的包。
这巨大的包显然不是用手打的，而且在法医鉴定啊，死亡的时候那脑子里有脑疝，这个颅内啊硬膜有血肿，那肯定这个当时这个地方是被某种硬器打的。但是公安机关在侦查的过程中，对凶器呢本身呢也没有认真的去调查。最后呢，就是关于就是这个整个公安机关呢这个办案是不是有问题？因为这个叶家讲呢，就当天双方在口角打起来的时候，有人现场就报了警，公安机关出警到了现场之后啊，并没有把这个肇事的双方、打人的双方带到派出所里去做笔录，然后就走了。那这一点叶家就非常的认为有问题，就要求公安机关公布现场以执法记录仪那个录像。总而言之吧，就是叶家这些人呢，对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，他们认为啊这个不公正，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在网上啊就开始控诉。我叫叶炳燕，家住开封市祁县板木乡前营村。我爸于2021年6月28日在春头农家堰纠缠时，与后塘村刘青燕、刘青义兄弟发生口角。刘青燕、刘青义、刘德建等人依仗人多势众，一言不合就对我爸大打出手。在饭店内打过之后，又拉到饭店门口打，最后又追到柏油路上打。刘青燕、刘青义等凶手施暴手段残忍，疯狂至极，招招取人性命。直至我爸昏死路边，他们扬长而去。他们行凶打人时发生在20点左右，直到我家临近大约23点从事发地点路过时，最后发现首尾加重。0点29分时，我爸因伤势过重，头疼欲裂，无法支撑，我们打120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最先与我爸发生口角行凶的暴徒刘青燕至今逍遥法外。我们母女有家不敢回，1年多漂流在外。俺妈是地道的农民，没有文化，资本尚且俭用，家里面没有当官的，我们实在走投无路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今天是我爸他老人家1周年忌日，不敢想我爸在遭受殴打时有多么绝望无助。我家的天塌了，我始终不敢相信这是事实。光天化日，天天朗朗乾坤。在中国法治社会的今天，我相信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道。我爸在皇权之下也肯定放心不下我们几个孩子，至今实不瞑目。从这个去年的6月份到现在，他们家的孩子陆续在网上控诉过很多次。这一下可能公安机关就觉得这就是属于寻衅滋事了哈，于是在今年的12月8号啊12月6号这一天就把这个叶婷给带走了。带走了之后发生了什么呢？据事后啊，这个叶家的人在讲啊，也包括一些聊天记录显示，公安机关把这个叶婷带走之后啊，就是要求他删除抖音里头的一些视频。这也不意外啊，这公安机关就是认为你在网上搞这些事情啊，就给他们形成很大的压力嘛。所以最重要的这个目的就是让他删视频嘛。然后删完视频之后，把抖音的账号注销了，也就把他放了啊。你要啥意思啊？啊！我跟你说，但是这里的核心呢，就是公安机关这里的到底办案有没有问题啊？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事儿啊。首先啊，当地已经成立了调查组，那这家属说的这些关于案件本身的问题啊，其实我们确实也不能听一面之词，那我们还是要看调查组最后的调查结论啊。但是关键是公安机关把叶婷带走这件事情，我个人觉得有些是非还是可以说得清楚的。这个又分为几个方面来说啊。第一个，我个人觉得刚才的那个叶婷在网上他自己控告的那些言论呢，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啊？我是觉得这属于一个正常的表达，他无非就是说有些犯罪嫌疑人还没有抓起来嘛，有些人还逍遥法外嘛。这种公安机关跟犯罪嫌疑跟这个被害者家属之间的认知不同啊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非常普遍。就公安机关认为这犯罪嫌疑人都抓起来了，但是被害者家属认为还没有抓起来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对吧？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司法环境啊，其实公安机关有的时候徇私枉法，这个也是客观现实。所以被害者家属怀疑有些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，这我觉得这是属于控告权中间的一部分的。按照法律规定，
这刑事被害者的家属，也包括受害人本身，就拥有这种控告权。如果你把他这个控告权给取消了，那你想想，作为刑事受害者还怎么维护自己的权利啊？更何况，咱们退一步，就算他不是受害者的家属，他说这个逍遥法外，说这个有些犯罪嫌疑人还没有抓起来，我认为这也属于正常的言论范围。就是说，他不算是控告权，他也属于正常表达呀。如果你要是这个，你把他嘴都捂住，那你想想，作为普通人，如果真的遇到了一些冤屈，他还上哪儿去求告呢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啊，公安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，明显程序违法，没有通知受害人的家属，没有通知这个所谓的传唤人的家属。大家都知道，12月6号，公安机关把这个叶婷带走了。公安机关自己发布的这个公告显示啊，他说啊，他是当着她的男朋友面出示的警官证把她带走的。言下之意是什么？这肯定是第一啊，他是个口头传唤，因为他没有出示这个传唤证嘛。如果要是书面传唤的话，必须有犯罪的罪名，然后呢还得有传唤证，没有嘛。那么他只是口头传唤。那么不管你是口头传唤也好，你是书面传唤也好，作为公安机关通知你传唤人的这个家属，这是你的法定义务。按照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啊，这个通知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啊，这个家属是有法定规定的，上下左右啊，上指父母，下指子女，左右呢指兄弟姐妹，但是不包括男朋友啊。这公安机关的言下之意是说，你看我当着她男朋友的面给她带走了，结果你们一家就说她失踪了，然后你们在网上你还搞什么寻人启事，你这就是寻衅滋事啊，你这就是刁民啊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男朋友不属于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家属，他没有法定义务把他看到的现象告诉叶婷的家人，他没有这个义务，这不是他的法定义务。所以公安机关的法定义务是你必须通知叶婷的直系亲属，也就是说他的父母，他的兄弟姐妹。事实上，公安机关一定知道叶婷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电话。你想想，这个案子办案的过程中，能不知道犯罪受害者家属的电话吗？所以这个过程中间，公安机关不打电话通知叶婷的家属，只是当着她男朋友面把她带走，这件事情绝对是违法的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啊，就是说，其实她带走之后，大家都知道想干什么？我们刚才讲了，就是为了让她删这个抖音里头内容嘛。那么抖音她发了之后，她犯什么法了？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啊，其实就是寻衅滋事。寻衅滋事我们过去讲了，就是个口袋罪。这口袋罪啊，就是你让公安机关不高兴了，让政府部门不爽快了，就可以把你放进去。按道理来讲，寻衅滋事是破坏公共秩序，现在把这个公共秩序扩展到网上了，所以你网上之后，你基本上他就可以抓你，这是他罪名上来讲。从诉讼程序角度来讲也有问题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叶婷是12月6号被带走的，12月8号晚上11点钟被放出来的，也就是说他整个被公安机关带走的时间差不多有60个小时。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，如果你传唤一般的口头传唤12个小时你就得放人。如果要是特别重大的犯罪嫌疑啊，咱们就假定这叶婷是重大犯罪分子啊，重大犯罪分子犯罪行为的嫌疑人啊，你也只能传唤24小时。24小时你也必须放人。但是你看叶婷放出来的时候多长时间了？60个小时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，那公安机关他怎么办能让自己在他24小时之后不是非法拘禁呢？所以呢，公安机关有2种办法，一种办法是把它直接转为行政拘留，你在网上你说一些谎言啊什么之类的啊，造谣啊，直接给你这个行政拘留。另外一种直接转为刑事拘留。这个案子我看啊，公安机关应该是把叶婷直接转为刑事拘留了。大家看那个现场的时候，公安机关让这个叶婷的家属签这个取保候审的这个所谓的确认书。取保候审，也就是说你得先刑事拘留，然后再取保候审嘛。那这个就比较可怕啊！你想想，就在网上，实际上就是说一些自己父亲被打死之后，然后呢，这个犯罪嫌疑人没有被抓钱，没有被抓全呢，然后呢就寻衅滋事，而且还被刑事立案。你想一想，为什么？但这个里头啊，就整个这个过程中间，警察的权力太大了。就是说，
这个警察如果要是把你口头传唤啊，想要转成刑事拘留，然后再把你弄去取保候审呢，这个过程中间根本不需要检察院的参与，也不需要法院的参与，整个这个程序都在公安机关内部。那你想想中国的警察权有多大？那么这件事情是特别明显，说白了就是警方看到这个叶婷一家人呢，就天天在网上在抖音里头搞事情，于是呢就把这个叶婷给叫过去了，吓唬他说你要听好啊，你赶紧给我删了，你不删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刑事立案啊，你24小时不删，我就继续关你。关完之后，如果我要是觉得自己避免非法拘禁，我就直接刑事拘留。而刑事拘留还可以更好的吓唬当事人。你想清楚，要不我把你关起来，然后你把抖音一删，我立刻放人，取保候审。你想想，你还留一个案底，这警察权力实在是太大了。就是面对公安机关，如果你要是公安机关看你不顺眼，公安机关可以动用这样的手段，不需要受到任何权力约束。这就是中国今天的警察权呢不受约束的这一个真实表现呐。叶婷啊，现在抖音账号已经没了啊，但是前一段时期他在的时候，在抖音里发了很多他自己家的照片和视频，有人也把这样的照片和视频发给我，我看了之后啊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叶婷啊，他们家有11个兄弟姐妹，他父亲呢，叶洪清啊，应该是家里的顶梁柱。他妈妈跟他父亲结婚之后啊，平均每2年生一个孩子，应该就是在家里，没有在外面工作。所以叶洪清死了之后，这个家等于也就塌了。所以我很能理解这样的家庭啊，想要啊这个迫切的保护自己啊，伸张自己权利的那样一种心情。或许啊，他们可能说的不一定完全对，或许啊，他那个精神失常啊，从公安机关之后也不一定完全准确。但是对于这些弱势群体啊，对于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啊，他要想保护自己的权利，恐怕只能依靠抖音。而现如今，抖音这条路也被公安机关通过他们的权力给堵上了。话说杞县这个地方在历史还挺有名的，春秋战国的时期有一个成语叫做杞人忧天，大家可能都知道啊，就是杞国这个地方有一个老百姓啊，天天往天上看，别人就问他说你看什么呢？他说我在看天。人家问你为什么要看天呢？他说啊，我怕天塌下来砸着我。大家都笑说天怎么可能掉下来呢？但是啊，看完今天这个故事，我猜啊，可能很多人都会想，天呢，在杞县这个地方真有可能掉下来。对于老百姓来说，什么是天？就是一个公正的司法机关，一个善待普通人的司法机关，一个自己的权利受到约束，不能随便对普通的老百姓啊施以私刑的司法机关。如果这样的司法机关不存在了，变成了一个随时对老百姓可以动用自己的权利去收拾他们，去堵住他们的嘴，那不就意味着天塌了下来了吗？这就是今天呢杞县人忧的天呐。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我家的天塌了，我始终不敢相信这是事实。光天化日，天天朗朗乾坤。